吴孟达1953年1月2日出生于福建厦门，7岁随父母移居香港。1973年考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3期，与周润发、任达华成为同班同学。1975年毕业后加入 TVB， 早期多在电视剧中跑龙套。1979年凭借《楚留香传奇》中胡铁花一角被观众所熟知，在台湾人气爆火，片约不断商演，邀约如潮。然而过早成名让他迷失自我，沉迷赌博，花天酒地。1980年欠下30万港币高利贷，被 TVB 雪藏，走投无路时向好友周润发借钱遭拒，甚至被师弟杜琪峰恨铁不成钢的骂他烂泥扶不上墙。经历人生低谷后，他痛定思痛，用4年时间研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从龙套重新起步。1985年通过《新扎师兄》中的精湛演技重获认可。1988年与周润发在《英雄本色2》片场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在片中饰演反派商人黄正国。1989年，36岁的达叔与刚出道的周星驰在《盖世豪侠：他来自江湖》中首次合作，两人驻门对门，时常去天星码头偷听市井对话，打磨喜剧台词，无意间开创无厘头表演风格。1990年，两人主演《赌圣》，以低成本击败成龙电影，创下票房纪录，开启黄金搭档时代。1991年，达叔在《天若有情》中饰演市井混混太保，获得第1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评委认为这个角色除了吴孟达没人能演。不久后，达叔继续出演电影《逃学威龙》，表面是学校校工，实则为协助周星驰卧底的警察搭档曹达华。他以市侩圆滑又胆小怕事的形象制造反差笑料，却在关键时刻又展现出机智与忠诚，与周星驰的默契配合，成为影片喜剧核心。这部电影以4314万港元票房成为1991年香港年度冠军。达叔凭借曹达华一角提名第11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同年，在电影《整蛊专家》中，达叔饰演主角车文杰的父亲车清仁，一个表面市侩实则温情的角色。从纵容儿子挥霍到被整蛊时的狼狈，再到父子和解时的真挚，达叔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和细腻的眼神戏，将小人物父爱演绎的既搞笑又动人。这部电影中，达叔和周星驰、刘德华有很多对手戏，作为家庭线核心，窝囊老爸形象与周星驰扮演的整蛊专家形成强烈反差，成为影片笑料的重要支点。1992年，达叔在电影《武状元苏乞儿》中饰演武状元苏灿的父亲苏察哈尔本质，一位溺爱儿子却深藏父爱的广州将军。他的表演将角色的矛盾性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从挥金如土为儿子贿赂考官，到沦为乞丐后与儿子分食狗饭仍强颜欢笑，既表现溺爱的荒唐，又暗含底层生存的辛酸。这部电影以3862万港元票房，位列1992年香港年度第4，并获得第12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等6项提名。同年，达叔出演电影《鹿鼎记》，在片中饰演海大富，一个阴险狡诈却因疯病变得滑稽的老公公。他的表演层次分明，前期以弯腰屈背、尖声尖气的阴狠形象制造压迫感，后期失忆后则转为呆傻癫狂的搞笑担当，与周星驰的韦小宝形成荒诞至极的反差笑料。这部电影以4086万港元票房位列1992年香港年度季军。达叔的表演被赞为反派与喜剧的完美融合，其塑造的海大富成为后续同类角色的参照模板。不久后，达叔继续在《逃学威龙2》中饰演曹达华，一个从胆小卧底逆袭为重案组之虎的警察。这个角色通过软饭硬吃的喜剧反差，将猥琐与硬汉形象无缝切换，形成荒诞笑料。这部电影以3163万港元的票房延续了前作的制作水准，进一步巩固了达叔与周星驰的黄金搭档地位。1994年，在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中，达叔饰演九品芝麻官包龙星的跟班师爷包有为，性格憨厚忠诚，但头脑简单，常以笨拙举动制造无厘头笑料。他的表演将市井小民的狡黠与善良结合，与周星驰的对手戏充满默契。该片作为周星驰经典无厘头喜剧，票房与口碑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1995年，在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》和《大圣娶亲》中，达叔饰演土匪二当家，他将角色的市侩搞笑、贪生怕死与深情憨厚完美融合，表演既夸张又细腻，成为串联剧情的关键配角。这一角色颠覆了传统猪八戒形象，以小人物的荒诞与真挚，深化了影片对命运与爱情的探讨。这个系列的《大话西游》最初票房惨淡，多年后却戏剧性的逆袭，成为华语影史经典。
同年，在电影《百变星君》中，达叔饰演阿达这个角色，表面是亿万富豪的管家，实则是主角李泽星的生父。他以卑微却深沉的父爱贯穿全片，从纵容儿子挥霍无度，到不惜一切代价救活被炸碎的儿子，期间默默承受儿子的轻视与伤害。本作塑造的隐忍父亲形象，成为周星驰电影中最具感染力的配角之一。这部电影也以3523万港元票房成为1995年香港年度冠军。不久后，达叔与释小龙、郝邵文搭档，上演《乌龙院》系列续作《无敌反斗星》。达叔饰演乌龙院大师兄，在师傅师叔为想家的小文请来陪护阿珍后，不料被阿珍偷走了庙中的洗髓经，大师兄不得已只能与小龙、小文下山追索被盗的经书。影片后半部分以公路片的形式展现了天马行空的奇异旅程，充满了无厘头打斗和温情互动。1999年，达叔出演华语经典喜剧之王，表面是片场刁难尹天球的暴躁场务，实则为暗中考察其演技的警方线人。他以神丑式表演开场，却在关键剧情反转中展现温情一面，将角色的外冷内热与职业使命感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这部电影以对底层演员的深刻描摹，成为港片经典，票房与口碑双赢。同年，在电影《食神》中，达叔饰演反派大快乐老板，表面是食神史提芬周的合作者，实则为阴险狡诈的奸商。这个角色是达叔反派演技的巅峰之一，其细腻的微表情和层次化的情绪转换被北影列为表演教材。2001年，在电影《少林足球》中，达叔饰演一位因被陷害而断腿落魄的前黄金右脚球星明峰。他将角色的人生落差感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从巅峰时的意气风发，到街头拾荒的颓废卑微，再到重燃斗志的坚韧，种种表现层次分明。这部电影是达叔与周星驰的最后一次合作，不仅以6073万港元创下香港票房纪录，更在第21届香港金像奖斩获最佳影片等7项大奖。拍完《功夫足球》后，达叔开启了他自己称为第三人生的时光。2006年，54岁的达叔在台湾医疗剧《白色巨塔》中饰演外科主任唐国泰，这个角色让他首获金钟奖提名，也撕掉了周星驰专属绿叶的标签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拍摄期间他的糖尿病已需每天注射胰岛素，有场手术戏因低血糖手抖，反而阴差阳错演活了角色疲惫的状态。2017年，达叔以66岁高龄参演中国现象级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，饰演主角刘启的外公韩子昂，一位在末日危机中守护家人的老人。拍摄过程中，达叔身着30斤重的防护服吊在15米高的威亚上，但却拒绝使用替身，还曾因缺氧晕倒，被送医治疗后仍坚持完成拍摄。剧组人员后来发现，这位片酬不及流量明星1/10的老戏骨，每天收工后都在酒店逐帧研究自己的表演。有场临终戏，他坚持重拍了19遍才结束。2019年，电影《流浪地球》上映后，以46亿票房点燃中国电影科幻梦，并获第32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荣誉。而达叔片场吸氧的花絮照也成了敬业精神的时代注脚。2020年，香港仁安医院消毒水位盖过了床头正在看滨海交锋剧本的老人。刚做完肝癌手术的达叔正用颤抖的手在日历上划掉杀青日期。在这部海军反恐电影中，他坚持不用替身完成潜水镜头。当护士发现他在输液时偷偷背台词，他眨着眼睛说：“最后一个角色要演个科学家，得像个样子嘛。”3个月后，当他最后一条微博“我是中国人”被顶上热搜时，人们才惊觉这个总演小角色的演员早已把家国情怀刻进了血肉里。2021年2月27日，监护仪上的心电图逐渐归于平直，而达叔荧幕上那些鲜活的市井小人物也永远留在了光影里。从嗜赌破产到金牌配角，从周星驰绿叶到国民达叔，吴孟达先生用48年演艺生涯演尽市井百态的传奇。他让每一个小人物都活成了荧幕上的主角，即使一生未担正角，他却用拼命做戏的执着，在笑声与泪水中刻下了香港电影最鲜活的注脚。